冉高明成功晋级，姜振宇老师壮士留步。问题来了，来，壮士留步区6位，请起立。我要过去吗？你先等一会儿，没地儿。等我们给你腾出一个地方来。导师和女神，我们来看一下，这6位当中，姜振宇老师将替代谁的位置？大家可以自由发表意见。是观众投票吗？不，你们投。你们选择了壮士留步，跟观众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而且我还没有登，这种热闹我们能怕事儿大吗？不能怕，对不对？小黑、孙玉、阿菊、琪琪、洋洋、陈明，我觉得其实无所谓。对，你们让我选，我就选陈明。从经济学的原理来说，陈明再来一集的话，它的收益是边际效益是很小的，所以但就观众的边际收益很大哦，那就不行了。你看我们可不可以4个人就各拿一张纸写个名字，然后由我来统计是吗？这个没用，这到时候又会被公布出来。他说这不好，那让他先说，好吧？好，那你讲一个方案吧。我觉得他们可以比一下，是换还是比？比一下。我当时认为直接点了就出去了，都没有再打一场的机会。想走，我坐在那边就真的想回家，好难，压力好大呀！突然要把你拽下去，你还要跟他现场辩论，还要绞尽脑汁，本来就没有多少脑汁，我还要跟他绞尽一下，多吓人呢！我觉得振宇可以跟孙玉比一下，他们挺相似的，都是理工男讲道理的那条路。OK 啊，我复议。康永哥呢？振宇兄，你结婚了？对。有小孩吗？有。啊，那我复议。因为他也结婚，他也有小孩嘛。对。我很难想象我老婆问我说：“孙悦你在哪儿？”地球。你在干嘛？呼吸。秘密呢？哎，陈明老师不是也结婚有小孩？你真是不怕事大呀，也没毛病。对，反正我投陈明老师一票嘛，但没有用了已经哈。那就来，孙玉，请你到台前来。我们请导演组在我们的备用题库里面随机一道题，然后你们2位商量一下你们的正反持方，然后1分钟，各1分钟时间的开杠，可以吗？好，可以哈。来，这样我先说持方，我在这边，我在反方。你不管什么题，你都反方。对，就反方。我先说，不动了。好，稍等，我们找一下题。好，这道题目是西瓜是圆的，你在反方。西瓜是方的。在日本北海道有一种方形的西瓜，特别好吃。好，让导演组找一道，随便选一道题目啊。孙玉很有斗志啊，就是你让他站哪儿，他就站哪儿。好，题目出来了，有10万，给你10万，和有1000万，给你100万，你会选哪种当伴侣？剪刀石头布。赢的人先挑任意，随便。OK， 行。剪刀石头布，好，孙玉你来挑。那个有1000万给100万的人，我会选他当伴侣。所以姜振宇是有10万给10万，你要选这种人当伴侣。OK， 要不要给他们一个立论啊？1分钟的，1分钟立论然后联合1分钟开杠，要不要？你 OK 吗 ？OK。好啊，可以吗？好，我没问题。给你们一点时间去准备。好。大部分都是空白，只能凭着一些日常的积累、价值观、听过的故事来输出。肯定都是现挂啊，这个不可能有准备的时间。对，就是现想的。我拒绝思考。好，你们2个 OK 了吗？我可以了，孙玉可以了啊。 OK， 加油，都加油。顺序呢？剪刀石头布吧。好，剪刀石头布。赢的先开对吧 ？OK， 可以。OK， 来，姜振宇1分钟立论开始。有10万给10万，我会选择这样的伴侣。10万给10万的背后代表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我能感受到的最强就是爱和信任。然后现在他有10万给10万，已经证明了我们2个之间有一种非常完美的合作关系。虽然钱只是伴侣中的一个小因素，但是他的依靠性、他的信任都在这里体现了。
如果他今天是有1000万，只给我100万，我一定会问，那900万去哪里了？你对将来的期许是什么样子的？我并不是为了贪你的这些钱，我是在跟你进行非常透明的探讨，我们的情感也不建立在钱的基础之上。我只想说，我有10万，也会给你10万。好，孙玉，1分钟开始。有1000万给了我100万，我会选这样的伴侣，就是因为阿姨我不想努力了。当然这是个玩笑，这是个玩笑，就是因为有钱代表他具备更大的能力，他能赚更多的钱。在选择伴侣的时候，2个人是相扶在一起过日子。过日子的贫贱夫妻百日哀这句话，也许不爱听，但是真的是钱少的、能力弱的，生活当中必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有1000万，他给了我100万，证明他有这样的能力。姜老师说那900万哪去了？人家投资你管得着吗？真是的，什么都跟你报备了，那别人还是有点，就像你也有自己的零用钱一样的这个道理。好，时间到，来，我们姜振宇和孙玉各1分钟的开杠时间开始。沈老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他为什么只给你100万？他没有只给我100万，100万差不多够了，人不要那么贪。在1000万当中，另外的900万去哪里了？你真的不计较吗？他自己赚的钱，他能给我100万就不错了。我觉得，伴侣之间的任何一个行为，其实都映射了大量的心理的活动。难道你对你的爱情就是这么不在意吗？我对我的爱情特别在意，但是资金都属于婚前财产，他1分都不给我都没有问题，更何况还拿了100万出来，人啊不用太贪。如果你有1000万，你会怎么处理？怎么样去跟对方来交接这样的收入？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我有1000万，把钱放那，爱拿多少拿多少。哇，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做法。所以反观你的伴侣，他的做法是不是会让人有点心酸？哇，姜老师漂亮！哎，这个点好，这个点好。不心酸，都是那句话，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贪？拿10万你就满意了，拿100万你还说你怎么你有那么多钱才给我100万？这个不就是1把米养个恩人，1斗米养个仇人的道理吗？有10万给你10万你就感动，有1000万给你100万你就遭恨，做人不能这样子。我觉得其实钱是一方面，还有所有的心意，包括他对我的语言表达。我要看的是究竟占了他多大的比例，因为爱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在他生命中占了多少的比例。时间到，来，我们给2位投票，5、4、3、2、1。61比36，姜振宇胜出。山一程，水一程，同城伴你走一程。姜振宇，请在壮士留步区就坐，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前期的这个跌宕起伏比较大，刚刚觉得上岸了，喘口气，然后不行，你再下去一次的，再下去一次，好，下去一次，但是玩得很开心，我觉得这个特别满意。孙玉，别急啊！哎，对不起，孙玉啊，这个没有对不起，你是第一个，既坐在那儿了，又被这个现场淘汰了的选手。多了那么多镜头呢，比直接淘汰好多了。你真的是个看得开的人，谢谢孙玉来参加《奇葩说》，再见。来，下一道题目。如果可以一键让你爱的人瞬间爱上你，要不要按？你不觉得按一个按钮就让这个人爱上你了，它是一件玄学吗？爱情本来就是玄学，玫瑰花是玄学，烛光晚餐是玄学，星空下的散步也是玄学。你经过别人允许了吗？如果现在活着之后你爱上我，你爱上这个按钮了，我凭什么？我不愿意。伴侣的副驾驶有一根明显不属于我的头发，我该不该问清楚？我们在谈恋爱，凭什么我连问个问题的资格都没有？也太卑微了！为什么一定要通过问的方式让对方来误解你呢？
因为哲学的本质就是问。这个头发从哪儿来？啊，他是谁？从哪儿来？他要去向何方？还在租房，要不要生小孩？生呢，它不光是一种权利，但它更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我愿意让我的孩子拥有一个更安稳的环境，难道这个错了吗？大家都用来计较的这些客观的东西，不代表是对孩子最重要的东西。他对于他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你最轻松的陪伴，你和他一起成长。好样的，你说的挺好。有钱朋友送我很贵的礼物，我要不要花半个月工资回礼？当然要回礼，不然还钱我也确实还不起。朋友之间为什么要刻意的回礼？我觉得回礼这件事情就很刻意。你别的朋友送给你份子钱，你要不要还？你别的朋友给你孩子压岁钱，你要不要还？你连父母的养育之恩你都着急还，怎么别人换成了有钱人，这个礼物就不用还了呢？有钱人有什么错？税务局可以惩罚他，用不着你在这装大爷。我就问问你们，再有钱还有顾里有钱的吗？那南湘不也泼了他一头红酒，说让他发烂发臭吗？生活当中，我们都会收到各种各样的礼物。秘密，不管是收到礼物还是送出去的礼物，让你感到最愉悦的经历是什么？前段时间11的时候，我在家。那天可能也心情不太好，然后点了一份外卖。那天天气也特别不好，还有点刮风下雨的感觉。然后外卖员淋湿了可能身上，然后来给我送外卖的时候，他可能还有一点点迟到，很抱歉。然后开门，然后他把外卖拿进来，是跟我说了一句希望你节日快乐。就是开心，就类似于这种吧，一句很简单的一句话，它可能只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但我觉得那句话对于我那天来说是很贵重的礼物，转手就去给他打赏了。用了你半个月的工资给他打赏了。我要去做外卖。我经常收到礼物，但是我自己最嗨的是人家最新的那个手机。我办公桌一堆全都是最新的手机，然后我就一个一个拆，拆完了以后就拿它测试。那你就可以变成一个机评人，对不对？咱们换一个词儿行吗？叫电子产品试用的都行。什么叫机评人？这个弄得我的这个职业有点问题。我没有那么宽的知识面，你知道吗？评人。对，所以其实我说这个其实就是为了推荐大家上京东。每一次的挑选都是对热爱的期待和实现。到京东一定能找到你朋友热爱的礼物，把送礼、热爱、期待都在京东上面拿捏的死死的。你刚刚跟我们聊这么久，就为了讲出这番话是吗？不是，我是真的喜欢电子产品，真的，我愿意做一个机评人。我们选手这个1v1啊，就是大家这个节奏现在进入了那个疲劳的状态。你们想看热闹吗？如果你们想看热闹的话，我组织一个热闹给大家看，好不好？好。就是自从薛兆丰教授来到《奇葩说》之后呢，一直以他独特的人设傲立群雄，直到刘擎老师来到了《奇葩说》，两位教授之间一直有一些诡异的、微妙的、电光火石之间的东西。经济学它解释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好像用经济学一解释，大家都觉得讲明白了。但实际上好多问题，你穷追下去，它是没有讲明白的。所以经济学不是学术的皇冠吗？它是学科之一。哲学就是一门语言的艺术。我们今天决定把所有这些都摆到桌面上来。两位老师一直对我们开杠这个环节和1v1特别好奇。好看，人家有吗？管他有没有，就是非说有，所以我们特别成全他们，我们请他们来进行一场1v1的开杠。来，两位导师台上请。加油！刘教授加油！加油加油！炸了！薛老师这个人就是特别诚恳可爱，在台下也是这样，但他有些观点，我就是很受不了。
我所以很想跟他 battle 一下。我觉得刘老师的锋芒没有蔡康永老师那么锐利，所以我觉得还是好对付一点。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现场啊！来，大家就坐，来看热闹啊，坐稳了。这个2位导师，一位是哲学教授，一位是经济学教授。我们的题目呢就是学哲学和经济学，哪个更有助于找对象？咱们俩反着说。哎，如果让他们俩反着说，就让他俩反着说。什么？反着说。对，就是说我要说经济学是更有利于找对象的。我要说学哲学更有助于找对象。对，看到为了赢怎么 diss 自己，太好笑了吧？准备好了吗？你们要剪刀石头布来决定谁先开始，一切都按照正规的原则来。你们也要投票？投票。投完我们就坐在那儿和坐在对状态这里。教授请留步那个席。来，2位剪刀石头布吧。剪刀石头布。好，薛教授。好，我先说吧。先开先杠后结啊。好。我们对你们时间没有要求，红色投给薛兆丰教授，蓝色投给刘擎教授。好，那我站在，正好你就站过去这样。薛教授的观点是，学哲学更有助于找对象。刘教授的观点是学经济学更有助于找对象。我觉得这道题目对你们2位来说有点嫁祸于人的感觉。来吧，好，薛兆丰教授开始。好，我觉得学哲学更可爱，所以更容易找对象。学哲学的人为什么更可爱呢？第一，哲学能够让人很容易就变得看上去很博学，因为，连履藏针。因为哲学总是在抽象找规律，对不对？抽象找规律，这个我们学一下就可以 pick up， 就可以学到手了。而且呢，哲学只讲究证实而不讲究证伪。他找一个事情能够说得通就可以了的，对不对？那这样就能够说过去，这样他很快就可以变成一个渊博的人，加上一些术语。第一点。第二，哲学，它研究的是人跟自然对象的关系，所以呢，它更容易往自己身上扯，它没那么客观，所以呢，谁都可以用哲学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开脱，把自己说得很好、很完美，这样呢更容易打动对象，对不对？第三，哲学家最后没什么成果。学经济学的人，大家会说你学经济的，你再赚点钱啊；学化学的人，你说你搞点材料出来啊，对不对？你学物理学的，他们说你至少给我换个灯泡啊，对不对？学哲学的没有这个忧虑，他可以一事无成。太敢讲了，太坏了，太牛了，太牛了！依然跟他的对象说，我成长的不是我的手艺，不是我赚钱的能力，而是我的思想。所以呢，学哲学的人更容易招人怜爱和同情和原谅。所以呢，30岁、40岁当了哲学教授，依然一贫如洗。导演还有没有时间限制了？所以呢，综上所述3个原则：第一，容易变得看上去很博学；第二，容易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开脱；第三，可以一事无成，而且于心无愧。所以，还差一招，学哲学更容易找对象。火力全开，哦耶！刘教授冲！我要味儿啊！来加油！
加油，刘老师！加油，刘老师！反方哲学教授刘晴，就随便多长时间开始。首先，薛教授他改变了辩题，不是学哲学更有利于找对象，他论证的是学哲学更容易当骗子。他借由这个辩题，把他长期积累的对所有经济学之外的人文学科的怒气全部发泄在这里。他最重要的是，完全误解了什么是哲学。这就证明他在经济学之外对所有人文学科了解的多么之少，也问心无愧。因为他刚才所有的描述符合苏格拉底说的 sophist 什么？叫诡辩家，而不是真正的哲学家。好，现在驳斥了他的观点以后，来看看我的观点。为什么经济学家会更容易找到对象？虽然他们不容易保持对象，这个我再跟你说。太好看了，看了吧？他们是把所有的事情看成是一个市场。里面有机会、有成本、有效益，然后他可以画表格，比如说薛老师当初追求3个对象，他画出3条曲线来，然后机会、成本、收益，然后效益哪个最高，他 got it。上一场讲到前任，说你有多少个前任，好像说了30个、40个，对，80个，80个，你想想，骇人听闻的数字。所以，薛兆丰老师以他的历史完全证明了他的整个经济学是多么有利于收割对象。但是他们并不容易保持对象，因为保持一段有益的关系，你不能只是从计算的角度考虑。但是薛兆丰老师现在有很美满的家庭，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薛兆丰老师他自己具备了一种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深藏已久的哲学家的品质。谢谢。这是凡尔赛攻击吗？我觉得哲学和经济学我们不知道，但是凡学肯定有助于找对象。2位凡尔赛大师。好，我们进入开杠环节了啊！开杠了，要开杠了啊！其实刚才你们都已经杠上了，但是这现在是杠上开花。来，薛教授开杠开始。刘老师，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有80个女朋友了？是杨幂老师刚才说的。不过不要紧，这个在经济学他们是冒充是科学，但是科学家是应该可以预测准确，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我们知道经济学里面11个经济学家只能有1个偶尔的碰运气的预测准确，这就是穿着科学外衣的所谓经济学。经济学不能做大规模的预测，但是呢，对于人的行为的因果关系呢，它是能够很容易的、非常标准的，能够知道人的行为规律。比方说，只要你做价格管制，就有黑市。对，但我们要开杠。对，你说的对，你杠过来呀。所以你无非是说经济学可以做事后的解释，这叫后知之明。不，俗话说就是马后炮。事前也可以，事前也可以，规模的也可以。所以这个，你们的持方是什么呀？持方是什么？找对象，找对象，不重要，我们听他们，来，听他们，继续。我们现在变成学科支撑了，对吧？找对象，人家要为你找对象，然后我就很纳闷，你怎么认为一个一贫如洗，然后自己一无所成又自视甚高的人，在当代社会还有吸引力？你哪来的这种幻觉啊？因为女孩都喜欢浪漫，所以呢，哲学家、诗人和会弹吉他的人是大学里面最受欢迎的3种人，而学经济学的人呢，从来不属于这3种人。所以你说的对，我确实对这种人有长期的激愤和妒忌。长期的激愤。女孩就喜欢浪漫，然后你一贫如洗都会吸引人。你是生活在哪个年代？你难道没有看过杨幂拍的经典著作《小时代》吗？是吗？还有《小时代》的例子。
可以了，这样啊，谢谢2位教授，别着急啊，别着急的。好了，还有结辩，哪怕只用一句话来骂对方，我们都认为是结辩啊。我特别喜欢这种单纯的人身攻击。好，先开后节，刘教授，请结辩。学经济学更容易找对象，因为经济学能够对我们的现实世界有一个很好的解释，而且能够从现实当中发现机会，然后他会做出很多在博弈论上有意义、有优势的决策。所以他如果把这个找对象这件事做一个博弈论的分析，他会很快上手，很快得手，所以他有更高的机会找到他喜欢的对象。这是我的观点。啊，来，施教授，学哲学的人善于把东西说得很玄，所以呢就比较容易找对象。还在 diss，就是要骂完这句就对了。他超好笑，太精彩。就教授那种一样坏一样坏，那坏坏的那种感觉，太符合他形象了。刘老师很厉害的在一个点在于他抓点和反驳的能力非常强。前面薛兆丰老师他其实前面就已经挺炸的，让大家有个非常高的预期的情况下，他居然能够几乎是1比1的怼回去，而且怼得很好玩。我发现他其实内心是非常俏皮的，就是俏皮这2个字我用的非常准确。我希望他们每一期都这样打一打。好，来那个2位，这样吧，我们不管成绩如何，我们都请2位教授壮士留步。来，两位请回到现场，谢谢。我想坐一下这个位置。啊，请。坐一下。哎，为什么他可以坐这个位置？因为我明明是54票，我刚才看见了。来，我们坐一下，一起坐一下，来，我们随便坐一下。拍一个照片吧，我跟薛教授就握手言和。我们要做个 disclaim， 我们刚才既不代表哲学界，也不代表经济学界。我代表啊。好，谢谢。来，2位教授，来，请就坐，谢谢。好精彩。来，你先。也太勇敢了吧！对，这敢这样攻击对方。对，我以为教授都是拐弯抹角，那什么的。我真的觉得刘老师回不去了啊！刘老师回不去了。今天你基本上向整个学术界宣战。我太喜欢这对 CP 了。他们俩有 CP 吗？风流，我太喜欢风流 CP 了。柯，对，我入坑了，入坑不亏，喜欢这名。好吧。你们2位教授真的就是在准备这个辩题的时候，怎么会聊到杨幂的《小时代》？我临时想到的啊。但是我跟你们说，《小时代》毕竟是杨幂老师已经过去了的作品。杨幂老师将有一部新的电影在大年初1上映，《刺杀小说家》。到时候希望有机会可以请几位老师去看，叫做《刺杀小说家》。谢。把你的新年礼物拿捏的死的，每一天都爽的。感谢不负每一份热爱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把胜算拿捏的死的，让购物变得爽的。下面我们进入京东有胜算晋级名单公布时刻。打开爱奇艺 APP 搜索“奇葩说”，更多精彩等你解锁。每周6晚9点，《奇葩有奇迹》爱奇艺 VIP 专享独家海选完整版。奇异果 TV 把视频搞大100倍，看啥奇葩都不累的电视 APP。来随客 APP 参加奇葩说不停视频创作大赛，有机会瓜分10000元奖金。谢谢今天所有现场的观众，谢谢所有晋级奇葩以及待战奇葩，谢谢所有客户，尤其谢谢我们3位导师，1位女神。下期节目再见。把你的购物车拿捏得死死的。本节目由不负每一份热爱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山一程，水一程，订酒店就同城。感谢藏在微信支付里的同城旅行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美味的创造者康师傅红烧牛肉面首席特约赞助播出。
帮帮帮，网课上作业帮。本节目由作业帮直播课特约赞助播出。贝壳 VR 真是好，躺着就能把房找。本节目由特别合作伙伴全是 VR 真房源的贝壳找房赞助播出。只要有它暖肚子，再也不愁过日子。本节目由苏菲会发热的好暖卫生巾行业赞助播出。下载前程无忧51 Job APP， 收获好工作。本节目由前程无忧行业赞助播出。奇葩说第7季初选阶段全部完成，晋级选手已经产生，接下来将开始晋级赛。而屏幕前的你将作为观众团，见证选手们的比赛历程。奇葩说第7季复活榜现已开启，所有观众可通过以下渠道为你喜欢的选手送出胜算，帮助他重返奇葩说赛场。京东有胜算，拿捏死死的。12月19日20点，截止到1月16日24点。方法1：登录爱奇艺账号，普通用户每天拥有1次送出胜算机会，每次可给1位选手送胜算。方法2：爱奇艺黄金 VIP 用户每天拥有2次送出胜算机会。方法3：爱奇艺星钻 VIP 用户每天拥有3次送出胜算机会。方法4：登录京东 APP， 搜索奇葩说，进入复活专区，每位用户每天拥有1次送出胜算机会。参与互动，每天可额外拥有4次送出胜算机会。方法5：登录随客 APP， 每天额外拥有1次送出胜算机会。方法6：登录爱奇艺泡泡 APP， 每天额外拥有1次送出胜算机会。爱奇艺站内用户每日最多可拥有5次送出胜算机会，并可为同一个选手累计送出胜算。12月26日起新增微博通道，12月26日20点起，截止到1月16日24点，登录新浪微博，每位用户每天拥有1次送出胜算机会。我们将在2021年1月16日24点进行结算，获得胜算数排行第1的淘汰选手可重回奇葩说赛程，直接进入决赛赛段。快来为你心中喜欢的奇葩争取复活资格吧！上爱奇艺搜索奇葩说花絮，观看更多精彩幕后花絮。超多超快超好看，就在爱奇艺 VIP 会员。电视大屏看奇葩说7就用奇异果 TV， 看啥奇葩都不累的电视 APP。来随客 APP 观看节目精彩短视频，随时随刻精彩一下。上微博搜索话题词奇葩说参与互动，一起线上开杠。上微博搜索话题词奇葩大市场，上传你的精彩视频，有机会在节目中看到自己哦。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上知乎搜奇葩说参与辩题讨论，和知乎答主一起唇枪舌战。百度搜索奇葩说观看更多精彩内容。上快手搜索奇葩说，更多独家精彩内容抢先看。来新浪新闻客户端妙言妙语杠上开花，界面新闻提供知识与价值给每一个为了美好生活奋斗的人。下载 Zark 新闻客户端，看最新最快的娱乐资讯，新闻有态度，知识有门路。看知识视频就来网易新闻。上一点资讯 APP 看品质内容，享价值阅读，追节目动态，看新闻上封面，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封面新闻。上虎扑搜索奇葩说和千万 G2S 一起碰撞观点吧。新华网客户端引领品质阅读。欢迎大家来到爱奇艺奇葩说第7季1v1砍半赛。喜瑞呀，你要大度一点。为什么？你说放在公共区域的东西能值几个钱？你撒欢儿又能有几卷？明明是你不经同意用我的东西，为什么苛责我小气？火药味是强的一支。你觉得人类是缺少教训吗？人类不缺教训，人类缺的是智慧。我们需要智慧，我们需要向前。太棒了他！我看出他化妆了，但是不是我喜欢的那个妆。那你喜欢哪种妆？他照片上面那个妆。照片上那个妆是 P 了的，他也可以现场给你 P 一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喜欢林志玲的脸，就是没有道理的这件事。你会拒绝林志玲一样拒绝我？对不起，辜负了你的爱。对待领导应该平常心，在身份上尊重他，在人格上。声音就没有之前那种。你就要告诉他，胡是要带点，胡是要带点饮酒抓。哇，他超过了首尔哎。我印象最深的是2位教授之间的辩论嘛，薛兆丰教授已经很厉害了嘛，连续抛出了3个犀利的论点。然后，但是刘擎教授还是啪一下就全接过去了嘛。之前对刘擎教授了解不是很多，但他这次就是感觉已经嗨翻全场了。姜振宇老师讲的还蛮打动我的，他觉得就是很多女生不是天生的伏地魔，她们是被环境所影响的。那你如果真的很爱她，应该是可以陪她一起度过这段难关吧，就还蛮感动的。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看奇葩投大屏，电视果投屏才带劲，投屏就用电视果。明星玩家已就位，等你一起来 play。看明星玩家玩明星同款，打开爱奇艺泡泡 APP， 参与更多讨论，和喜欢的选手边看边聊。我虽然说不过你，但我要给你好看。爱奇艺奇遇 VR 4K 剧目超高清体验，奇葩没看够，关注公众号东七门，解锁最全番外。奇葩说不停，关注表达学院公众号，领取 BB King 表达课，使用百度输入法 AI 助聊，助你妙语连珠，表达更轻松，秒变 BB King。上全民小视频搜奇葩说，会说你就多说点。
专属年轻人的社交 APP， 渗透有影响的人，吸引热爱创作的人。中国文娱核心人士持续观察报道媒体，请搜索关注黑白文娱，关注娱乐产业，带你了解行业的热点、盲点、痛点。娱乐硬糖有温度的泛娱乐产业自媒体，娱乐人物的商业解读，资本客厅的莎士比亚。关注公众号贵圈腾讯新闻，看娱乐圈各路奇葩的幕后故事。娱乐独角兽，世界很大，多少奇葩都装得下。学最前沿的营销课程，影响最潮的年轻人，就来馒头商学院，探索全球青年文化，塑造多彩潮流风格。感谢 Wonderland 中文版，风格、灵感、态度，我的时尚指南 J Style 精美精致美好生活 SG 精品网。感谢独家媒体社交平台微博，感谢特别合作媒体微博综艺、微博台网、微博直播、新浪娱乐、知乎剧综。感谢特约合作媒体爱奇艺综艺、爱奇艺 VIP、奇异果 TV、爱奇艺随客、爱奇艺海外站、爱奇艺娱乐、摩比斯工作室、爱奇艺泡泡、爱奇艺奇遇 VR、爱奇艺电视果、手机百度、快手、快手娱乐、界面新闻、字儿虎扑、网易新闻、一点资讯、封面新闻、励志新闻、新华网、黑白文娱、娱乐产业、娱乐硬糖、贵圈、娱乐独角兽、馒头商学院、通明传媒、13 media、新8 media、各个系列的酒馆、白日做梦、醒妈来了、潮儿落妈、喵麦育儿说、亚曼的分享日记、潮妈某某、碰小仙联盟、观众网、欧沃的超级星饭团、爱特豆、咪咕阅读、亲宝宝某某、新视线 Wonderland、J Style 精美 SG 精品网、接电、中华万年历、WiFi 万能钥匙、一七三直播、讯飞输入法360智慧生活、微饭 APP、映客 BOE 移动健康 APP、备胎厨房 APP、一只鱼小鱼知图 APP、模范生花视频 APP、眼课成果娱乐星拜想见你治愈引力资讯、充满黑鱼克拉克拉鸡毛咸鸭蛋生活、豆豆虫 APP、快乐粉丝会、茄子悬赏、茄子日报、有道词典、百合网、世纪佳缘、耿相顺。下一道题目，有钱朋友送我很贵的礼物，我要不要花半个月工资回礼？有钱朋友送我很贵的礼物，我要不要花半个月工资回礼？当然要回礼，不然还钱我也确实还不起。这个场景就是很荒谬，他送你个手机，你直接给他转账5000，好家伙，你俩这不叫回礼，这是套现呢。我确实觉得这个辩题就是一个牛屎一样的烂事儿，居然也拿到台面上来辩论。现在连幼儿园大班的朋友都知道，礼尚往来是朋友之间的一个维持朋友关系的基础。我就问你啊，你的朋友送给你份子钱，你要不要还？给你孩子压岁钱，你要不要还？你连父母的养育之恩你都着急还，怎么别人换成了有钱人，这个礼物就不用还了呢？有钱人有什么错？税务局可以惩罚他，用不着你在这装大尾巴狼。我跟你说，有些人一直没钱，就是因为他喜欢这种一锤子买卖，他不懂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这种人在我们东北话叫什么呢？穿拖鞋披大衣，一边装穷还一边装啊，经常就是喜欢别人送了东西之后就装傻。你总觉得有钱人有钱，他就一味的为你付出。我就问问你们，再有钱还有顾里有钱的吗？那南湘不也泼了他一头红酒，说让他发烂发臭吗？所以你发现了吧？今天这个礼我们一定是要还的，重点是为什么要用半个月的工资来还礼？这个半个月工资真的充分体现我们劳动人民的智慧，因为再多我确实也拿不出来了，我总得留口饭吃，但是再少就有点不像话了。别人送你365个礼物，你送他365句祝福，你是不是有点上坟烧报纸，有点糊弄事儿，对吧？成年人送的礼物就是要像样，这得拿得出手。最后你说你别还礼，你这不就是打肿脸充胖子吗？我说实话，第一不用打肿脸，我也可以当胖子。第二件事就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个胖子的脸就是往往被你给打肿的。在友情里谈钱，就把我们的距离给拉开了。但是最开始送礼的那个人，才是把我们距离拉开的始作俑者。因为这份突如其来的大礼，我真的有的时候消受不起。你送这份礼物，你就应该知道我的为人，我是会还的，我会在午夜梦回想这道题，我就不是装傻充愣的那种人。所以今天这份礼我收下了，我用半个月的尴尬来告诉你的就是，下次别送这么贵的了。Good point.